今天呢 ，Confucius 发了一个新的例子，它开始支持一个新的模型，叫做 Lumina。那 Lumina 呢是一个特别神秘的模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描述，说 Lumina 2.0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扩散模型，而且用了 Gemma 2来作为编码器，仅仅就是这么一句话。那如果我们点开这个 Lumina 2.0 的官方的页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得不到太多的信息啊，你可以看一下，并不像我们原来的这个项目里边可能能看到论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宣传的这个视频，它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图像，所以说呢质量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模型的重点有哪些特点呢？其实我们大概呢能看出来，第一个呢，你从它的这个示例图片里边来看，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对吧？另外的话呢，还支持中文，有没有发现？另外就是对于文本的支持也是比较棒的。另外各种各样的这种手绘的这种铅笔画的可能呢都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模型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实总体上来说的话呢 Lumina 这个模型的话呢是 Flux 或者叫 Stable Diffusion 稳定扩散模型的一个优化版本。那它重点在哪方面做了优化呢？第一个就是有更快的生成速度，另外的话呢质量也会很高，尤其是在人物渲染以及构图和美学方面呢都有不错的表现。另外呢就是有比较好的提示词的理解能力，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它是可以支持中文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要用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按照博客上的这个文章来走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需要下载 Lumina 2.0 这个模型大概呢是9个多 G， 然后放在我们的 checkpoint 里边。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 Unite， 而是一个 checkpoint， 它本身自带 VE 还有我们的 text encode，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放在 checkpoint 目录里边，然后呢把这个当成我们的示例工作流这样就可以了。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具体的表现。那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页面然后呢我们将这张图给它放到我们的 Confucius 里边，这个工作流呢我们就拿到了，大家看一下是这样。这个呢跟 Stable Diffusion 的传统工作流呢其实很像，但是呢会多一些东西比方说呢它有点像 Flux 里边这个 Shift 值，或者会员里边都会有这个值当然不同的值是不一样的比方会员里边可能 7.0， 这个地方呢同样是用的 SD3 的 Latent Image，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下载Lumina 2这个模型，把它放到我们的 checkpoint 里边。大家注意我现在这个是扩展了目录的，如果你真正放应该是放在 Confucius 的 Models 里边的 checkpoint 里边，大家看一下放在这儿。然后呢我们可以选中这个节点，按一下2键让它更新一下，然后就可以在模型里边找到Lumina 2这个节点。另外它支持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正向提示词由于它用了 Gemma 作为我们的文本编译器，所以说呢它有点像一个大语言模型所以说你会发现上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提示词生成器的东西，说你现在呢是一个高质量的文本生成助手，那你需要写这个用户的提示词，然后用了一个特殊的符号叫 prompt start， 下边是真正的提示词。大家尽量按这个结构去写，其实你直接写提示词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它在官方的工作流里边呢，这儿是 24.0这是它官方的一些写法，当然这个是可以调整的。然后主要的采样器呢一定要选择欧拉，然后 scheduler 可以随意的去选，比方说我们选择 simple 跟 Flux 一样。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生成一个，大家看一下。大家先关注一下速度我们不算加载模型，你注意生成的这个速度，这个明显比 Flux 可能要快很多，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官方工作流的这个图像。当然呢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图像的生成，各种类型。为了让大家非常方便的去比较呢，我们下边以中国的古典美女为例，生成各种各样的这个效果的图片，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我们叫做水彩画。大家注意我在用这个提示词生成的时候，中国古典美女我专门说明它是水彩画。然后呢这儿有一个提示词，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替换的时候呢，注意啊，不要替换前边的。当然，其实完全替换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为了体现它大模型的这个特点，所以说我们下面就这样写。然后呢，我们重新来生成，大家看一下。那大家会发现我们得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图像。那其实呢，这个肯定不是没起作用，因为我们刚才生成那个官方的工作流的那个图片是正常出来的啊。那你注意啊，这儿也不是没有图像，你注意这个图像呢就是比较浅，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它这儿是有图像的啊。那这个怎么做呢？我建议大家把这个 scheduler 稍微改一下啊，你可以改成DDM-uniform， 效果会好很多。那我们再来跑一遍，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叫水彩画的一个人物的效果。大家注意啊，这个人物的细节还是非常棒的。那么这种水彩或者叫水墨画的这种风格体现的也是非常到位的。那下边呢，我们继续往下来测试。那它可以将这个绘画风格表现得非常的细致啊。比方说，我们再来看一个工笔画啊，就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的风格，对吧？工笔画。那我现在把prompt 这个部分给它换掉，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工笔画的这个效果是不是也非常棒？就特别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画。当然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当然指的是80、90，可能小的时候见过这种年画啊。那么另外的话你要注意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你可以直接写提示词，就是不用前面那个提示词的这个引导语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也是可以的，对吧？当然我建议大家还是按照官方的这个设定来写啊，这样会好一些，我觉得质量会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们继续来测。那下边我们测一个什么呢？我们测一个动漫风格的。其实呢，刚才那个就应该算一个动漫风格的，但是它不是一个中国的古典美女，对吧？我们把它粘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动漫风格的人物。大家注意采样的速度的确非常的快啊，这个就不要按官方那个走了啊，大家选 DDM-uniform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叫 3D 卡通，就是特别像我们那种 3D 渲染出来的人物。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或者是特别像什么呢？像这个迪士尼的那种动画片出来的人物效果。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中国特有的叫 3D 中国风。这个东西的话呢，也是，就是它是特别像我们这个国风动漫里边那个感觉。当然我这样说可能大家不明白，看到之后大家就应该清楚是一个什么效果了。非常的漂亮，对吧？那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让大家能够清楚的明白，就是它在美学和构图上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下边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点，它是支持中文的。比方说，我现在给大家写一个站在石桥上的一个中国女武士。那下边呢，我们来跑一遍，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有人说脸怎么崩了，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能够把石桥中国女武士的这种风格全部表现出来，也就是它可以理解你现在写的是什么，而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写英文。而且它对中文的这种理解其实是比较到位的，关键的元素呢，它都可以非常好的给它把握住。那比方说呢，我们再来加一个叫白衣。别女武士了，白衣汉服美女，我们这样写。你看一下白色的衣服是不是可以表现出来？就为了说明它的确是支持中文的，没有问题。同样的面部有些崩，待会儿我们再说这个怎么处理。大家会发现，其实它在支持中文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即便是我们写了一个简短的中文，它也会把整个的细节呢给你表现的非常的棒。那当然呢，我们这儿也可以直接来生成一个电影质感的中国古典美女。那我们把它粘过去。为了比较清楚，我现在把这个空行给它删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女孩其实整个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大家非常关心的环节，就是人物的生成。大家注意，我现在生成都是近景的人物，所以说呢，面部都没有问题。大家也看到，当我生成这种远景的时候呢，人物呢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面部会崩掉。它在生成各种各样的特写的时候呢，表现的都非常的棒啊。我们下边来测几个，大家看一下关于特写的这种人物。这儿呢有一些关于人物特写的这种肖像的提示词，我们粘几个，大家感觉一下它对于人物近景的这种表现，这种美感。大家看一下对人物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它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重点不突出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分辨率其实是不够的。对于生成人物肖像呢，我们建议有2个值大家可以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成1080，注意这儿不能用1080，它是出来是1088，不用管它，然后这儿用1920，那我们再来跑一遍。所以说如果你想用这个 Lumina 来生成人物肖像的话，我建议的分辨率第一个选择是1088乘以1920，其实我想用的是1080乘以1920啊，只不过现在这儿没有办法设置成功，我只能用1088。那第二个推荐的分辨率其实是1024乘以2048，那这样的话你得到的效果会更好。大家看一下，哎呀，越说越不给力了，对吧？可能我们这个提示词给的有问题啊。我们找几个比较正常的，看这个怎么说，我把它吹得乌嚷乌嚷的，它把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对吧？这个相对的正常一点啊，应该还是我那个提示词有些问题。那这样我们再接着换啊，大家看一下对于人物的这种表现。看一下表现人物的这种状态，做的都是非常棒的。这是这个高领毛衣，看这个旗袍的这刚才其实类似的跑过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人物呢还是非常棒的。当然呢，你可以将这个分辨率做的稍小一点，但是分辨率一小，这个面部就容易出问题啊。比方说我们调成720乘1280，大家看一下。当然这个速度会明显的加快，这个还可以啊，但是你明显会发现这个精致程度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你生成的是一般图片的话，可以采用1024乘以1024。如果你生成肖像的话，尤其是远景或者全身的这种，那你可以采用1080乘以1920，或者是1024乘以2048。那通过我们刚才一系列测试，你会发现整个这个模型虽然稳定性上来讲呢，可能有待提升，但是总体上来看，它在美学表现、写实的这种感觉、细节的呈现上，其实呢是要优于 Flux 的。大家呢可以自己多做测试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